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你鞠躬。衣柜后面是卫生间的隔墙，2楼卫生间比较小，为了节省空间，卫生间门我选择了推拉式。本来打造的是鼓风，但是弄一块玻璃门在这里总感觉怪怪的，所以我还是把门隐藏在衣柜后面。所以买了贴膜来做装饰的同时，也可以起到隐饰的作用。现在制作的是门钻子的孔，衣柜的木门我打算做成古代常用的开合方式，就像我之前做的窗户一样，打开的时候微微有点响声，这样更有年代的感觉。这是衣柜的隔层板，这个衣柜最上层可以放棉絮。媳妇儿还特意嘱咐我预留一个可以放床上4件套的地方，还有她的古装裙子需要一个很高的空间才能放下，还专门设计了几个抽屉放袜子等等，这些在制作之前就要提前规划好，不然做好以后尺寸不对就不好改了。这是卫生间门上的小柜，和两边柜子衔接起来，衣柜看上去就更加的整体，同时也可以挡住卫生间上面的水泥隔墙。开始上油漆，找了一块棉布，把油漆擦上去。因为在房间里面上油漆现在已经不现实了，油漆的雾气不好散去，而且会影响到房间里面已经喷好的油漆，所以只能用涂刷的办法了。喷上去当然是最好，做的油漆也会更加自然，但是情况具体，无法实现喷涂的方式。本来想把衣柜做成原木色，上几遍清漆，但是看了一下房间整体的颜色和衣柜明显不搭，所以还是把颜色做成一致吧，不然后面就不好改了。这几天已经把衣柜的柜门做好了，现在开始组装起来。
同行都知道，实木门越长越容易变形，木料不干、尺寸不对，都容易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做木门一定要选择不容易变形，而且要完全干透的材料来制作。我这里只有杉木和柏木2种，没有过多的选择，尽量来规避变形的风险。木料变形跟天气变化有很大关系，空气中的水分进入木头，木头膨胀，太阳天水分又蒸发出来，这样长期以往，木料就容易收缩变形。做油漆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油漆可以堵住木头的纤维缝隙，使得水分不能进入木头。木门的每个棱角都打磨了一下，防止刮伤手。拼装和打磨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做这些东西要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做好，我早就习以为常。门的油漆我做的比较厚，2面底漆，2面面漆。视频里面给大家展示的不够完整，省略了很多过程。其实工序不只是大家看到的这些。这个衣柜门没有过多的装饰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简约的风格。当木材自身的纹理加上古代常用的漆色，油漆干透以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这个门的转子要安装在这个孔洞里面，上下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古代版的荷叶了。哎，这才我摸到那个嘛，我一摸到就动了。现在要把晾衣杆固定上去，我做的比较厚实，也说几件衣服，就算承重一个人，应该也没问题吧。卫生间门的贴膜我买的是水墨画竹子，我想只有这种水墨画才能更好的搭配这种装修风格吧。先把玻璃上喷上水，再把膜放上去，调整好最佳位置以后开始刮平，把水泡全部刮出来，反复刮蹭，使得膜产生静电，贴得更加牢固。这样看上去就不像一扇门，更像是可以左右移动，而且带隐藏功能的水墨画。现在制作的是衣柜的拉手，别看小小的拉手，每次拉柜门也不过1-2秒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不只是能拉开柜门这么简单，舒适度一样重要。
我喜欢有握感的拉手，手的接触面积更大，加上不硬不软的木材，就那开门的几秒钟，都能感受到它的舒适度和质感。